OPPO Find 呀，一直就是 OPPO 旗下最重要的旗舰系列，每代 Find 呢都会融入 OPPO 最为尖端、最为出色的技术。此次呢 ，OPPO Find X5 Pro 首次搭载了 OPPO 自研的马里亚纳 MariSilicon X 芯片，搭配哈苏自然色彩解决方案，将计算摄影提升到了新的行业高度。而机器本身啊，在设计、屏幕以及性能等很多方面都有不错的亮点。本期呢，我们就来快速了解一下 OPPO Find X5 Pro 在加入了自研的 NPU 芯片之后，能否成为双芯影像旗舰。本次 Find X5 Pro 呢是3款配色一同发布，我们为你展示的这款白色陶瓷背板啊，采用了一体化的纳米微晶陶瓷材质，整体质感温润如玉。微晶陶瓷呢，相比较于玻璃材质啊，更加耐磨耐刮，硬度和散热效率啊是玻璃材质的2倍。前代 OPPO Find 的摄像头部分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本次呢摄像头部分延续前代 Find 3系列的设计，辨识度是更高了。镜头凸起的部分呢和背板凸起是平直过渡，呈现台面一体化。当然了，从工业设计或者是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说啊，一体化设计呢可以减少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让产品呢更加和谐一体化。从侧面看上去呢，镜头区域过渡非常平滑，官方称之为环形山设计。边框部分采用了光滑金属处理，整体手感丝滑圆润。满分10分的话，大家给这次的外观设计打一个分数吧。既然是陶瓷材质啊，当然要看重量了。实测出厂自带贴膜的情况下，整机来到217.8克。对比较其他的陶瓷材质的机型的话，那这个重量算是很轻了。和其他玻璃材质机型相比呢，217克重量就略重。但是考虑到啊，精密陶瓷本身是高端机型的专属材质，再加上它5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这个重量呢还行。如果你特别想要轻薄的版本，那这次 X5 Pro 呢还有素皮的版本可选。官方宣称只有195克，机身的厚度包括摄像头的区域凸起部分，实测是 10.97 毫米，在旗舰机型当中属于中等水平。如果抛开摄像头凸起啊，只看手持的部分，那就只有 8.6 毫米，很薄了。来看这块重点的屏幕 ，X5 Pro 呢搭载了 6.7 英寸的曲面屏，分辨率3216×1440，在数据库当中属于旗舰级别的水准。屏幕的亮度显示纯白色背景图，手动最高亮度达到504尼特，强光刺激下呢，最高亮度来到797尼特，总体亮度表现呢属于主流水平。鱼和熊掌啊不可兼得，那高亮度还有高刷新率肯定会带来功耗的上升。此次呢 X5 Pro 搭载了自研的 LTPO 2.0， 可以使用屏幕功耗降低 40%。官方宣称啊，无需打通第三方的资源就可以实现1到120赫兹的无感切换。实际如何呢？咱们来测试一下，在播放视频的场景当中，屏幕刷新率呢会根据视频帧率啊快速降至合适的刷新率。如果视频呢是60帧，那屏幕就会以60赫兹的刷新率呈现；如果呢视频是30帧或者是24帧，屏幕呢则会直接下降至30赫兹。这样就既保证了视频的流畅性，又兼顾了省电。重点来了，在看电子书或者观看静态画面的时候，屏幕最低呢可以达到1赫兹的刷新率。这还不止啊，比如你正常在微信里面打字，那屏幕的刷新率下降至30赫兹，而如果停留到聊天界面的时候，就会以1赫兹来显示了。这个时候呢，假如有视频电话啊小姐姐打过来，那么屏幕呢又会迅速将刷新率提升至60赫兹。而如果你快速翻阅你和你女朋友的聊天记录的时候，屏幕呢又会变回动态刷新率，来到120赫兹。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全程都是高速且流畅的，但其实呢，在很多的界面，它的刷新率降到了非常低，以保证省电。下面再来看一下显示风格，首先呢是超高的分辨率3216×1440，像素密度达到525 ppi， 并且呢支持10.7亿色的显示，可以有效避免啊大面积的色彩过渡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色彩断层问题。这也是 OPPO 最近几年一直着力打造的。HDR 显示画面测试当中呢，我们将所有机器亮度统一调至300尼特，开启相关的 HDR 优化选项，来对比一下其他热门的机型。首先你来盲猜一下吧，你更喜欢哪一个画面的效果呢？下面咱们公布答案。
在屏幕设置选项中呢，还有对于屏幕环境自适应调节，你可以根据场景的光线明暗冷暖自动调节屏幕显示色温，以达到更加护眼的目的。其实从参数上很难体现出这块屏幕的优秀之处。光看 OLED 屏幕长时间会累眼的问题呢，在这台机器上我自己是没有碰到的，即使看的时间比较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累，属于那种所谓的润眼的感觉。下面再来看一下声音触感的部分。这台机器呢搭载了双扬声器和双动力 X 轴马达我们一起来和其他机器做一下对比吧。震动部分呢 ，ColorOS 调教的是比较舒适和细腻，我们通过麦克风粗略的来感受一下。影像部分是这次 Find X5 Pro 升级的重点。OPPO 呢通过自研的影像专用 NPU 来解决夜景视频算力不够的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夜晚光线较差的时候呢，用手机拍摄视频，1080p 的分辨率呢还勉强。如果提高分辨率来到 4K 画质拍摄的话，那么算力下降，噪点呢就会增多，甚至画面达到不可控亮度呢也不如1080p 分辨率那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表现在1080p 30帧模式下 ，Find X5 Pro 在弱光环境下呢，相比较于 iPhone， 噪点明显要更少一点，画面的色彩呢也更为准确。我们切换到 4K 录像，你可以一眼就看差别。iPhone 它的画面更亮，但是呢噪点更多，同时呢也有些许的偏色。本次呢 Find X5 Pro 搭载了6纳米工艺制成的 NPU 马里亚纳 Mari Silicon X 配合 SoC 共同实现了 4K 超清夜景的视频，整体的噪点以及画面通透程度呢都是非常出色的。当然，目前的版本呢画面整体的亮度还没有提得特别高，还是以写实为主。期待 OPPO 后续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项比如说你可以提高亮度。接下来呢，我们看室外好，同学们，咱们一起呢去验证一下 OPPO Find 系列在夜间录像的一个情况，看一看这次自研芯片在录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表现。不废话，咱们马上开始。那测试的机型呢都是目前的旗舰机型了，咱们测就来点强悍的，好吧？好，那我们开始吧。大家看到目前呢是刚刚黑天。外边的路灯还有旁边的标牌都是比较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明暗反差，因为天空当中呢还是比较黑的虽然还没有到特别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呢，在面向特别亮的灯光的情况下4台机器呢都不同程度的有一定的鬼影但是谁最强我不说，你自己能看得出来，是吧？那么面向灯光的时候呢，确实对于手机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以前我们进来看，有的手机呢会有非常明显的眩光，而有的手机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鬼影那么这几台机器呢，更多的考验的当然是一个镜头的素质，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路边在暗处明暗交接的地方有一些噪点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白，是吧？那么细节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放大或者是暂停，你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细节。
当然了，这部分的灯光其实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啊，因为还是挺亮的。一会儿呢，我们再到一些特别黑暗的地方呢，咱们瞧一下比较弱光情况下它的表现怎么样。以前呢是在 4K 模式下，以前我们经常都说 4K 啊，甚至是更高的分辨率。但是大家都知道，一旦到 4K 的时候呢，有的机器它的测光啊会变得特别差，有的机器呢虽然切了 4K， 但其实画面的光线的表现呢更差，还不如不切。那么今年的话呢 ，OPPO 呢重点会去做它 4K 模式下的一个成像效果。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一个表现怎么样。那现在呢光线是挺复杂的，大家可以看后面的，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目前的一个声音。好，下面呢我们来到了在园区内一个比较光线暗的地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我先说明啊，这个地方的光线其实是很暗的，因为边上是没有路灯的，所以整体环境特别黑。那我们看到几台旗舰机型呢，在非常弱的光线下啊，依旧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效果。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啊，相比较肉眼观看，这几台机器拍的明显要更亮一点。Find X5 Pro 呢还搭载了悬浮防抖，实现了镜头和传感器的双 OIS 硬件级别的防抖方案，也就是两个一起抖。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录像当中的表现吧。白天光线良好的情景当中 ，Find X5 Pro 的整体色彩呢更为亮丽，细节丰富，整体的表现也不错。超广角默认防抖下，对比其他两台顶级旗舰啊，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开启超级防抖模式之后，4台机器当中 ，OPPO Find X5 Pro 的表现是最好的，画面呢最为稳定。当然需要注意啊，开启超级防抖 Pro 之后呢，相机会自动将视频帧率调至60帧，整体的画面呢也会更加流畅。接着呢，我们在1倍状态下开启超级防抖 Pro，OPPO 这边依旧很稳定啊。隔壁三星呢使用的是广角裁切，画面同样很稳定，但是呢，相应的画质呢就会有所下降。拍照方面来看一下参数啊，广角呢和超广角主摄镜头均搭载了5000万像素，索尼的 IMX766。对于这颗已经调教了1年多的老朋友啊，大家可以放心它的素质了。1300万的长焦镜头支持5倍混合光学变焦以及20倍的数码变焦。我们还是不公开机型啊，大家可以猜一猜，把你喜欢的数字打在弹幕上。下面我们公布答案，超广角样张当中，3组样张整体差别不大啊，但是呢 Find X5 Pro 的亮部和暗部细节放大看的话会更多一些。第3组室内广角样张，我们同样来放大啊，那么整体画面 X5 Pro 呢会更亮一些，房顶的暗部细节是清晰可见的。第4组风景建筑样张 ，X5 Pro 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下面来看一下长焦样张，放大来看细节，对比其他两台机型，你更喜欢谁呢？下面呢，咱们来一波小型的盲评，我们将这几组样张啊打乱顺序，左边和右边你更喜欢哪一张呢？3、2、1，咱们公布答案啊。左边的 OPPO Find X5 Pro 整体的画面是更亮的，色彩饱和度呢也更高。我们放大至远处的楼体 ，OPPO 的墙砖细节很明显啊。开启5000万像素的画面呢也更为透彻清晰。镜头切换到超广角，你更喜欢哪一张呢？OPPO 这边的色彩不用多说啊，天空细节呢也更丰富一些。放大至远处5000万像素的 Find X5 Pro， 由于像素的优势啊，显然更胜一筹。暗处的树木呢也层次分明。我们再来看一组长焦样张，你更喜欢哪一张呢？那需要说明啊，拍摄当天呢是有轻微的雾气，而在 Find X5 Pro 这一张当中是几乎看不出雾气的痕迹，而 iPhone 这边呢则是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另外从远处细节看呢 ，OPPO 这边有一定的 AI 锐化处理，窗户和楼体细节丰富，你更喜欢哪一个风格呢？再来看一组超长焦样张。OPPO 这边最高支持20倍的数字变焦，我们对比 iPhone 的最高15倍的数字变焦。Find X5 Pro 的画面离物体更近，而 iPhone 这边啊对比度更高，画面呢更透彻，稍稍呢有一点涂抹感。OPPO 这边色彩更讨喜一些。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组逆光样张，第一眼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Find X5 Pro 呢，在自研算法的加持下，整体曝光控制的不错，样张呢显得更加的通透亮丽，拉大看远处细节啊，楼梯和树枝部分细节丰富，相比较 iPhone 有着更高的宽容度。最后呢，我们再通过2组微距样张进行对比 ，iPhone 的拍摄距离更近啊，包装盒的文字以及纸的质感表现更好。第2组当中呢 ，OPPO 的色彩平衡更为准确，但是呢，最近对焦距离就不如 iPhone 了。看完这几组样张，相信大家可以得出结论了。OPPO Find X5 Pro 这一次的色彩调教效果是非常出众的，可以瞬间抓住人的眼球。这应该就是它首次采用了哈苏自然色彩解决方案的原因。性能方面，此次 Find X5 Pro 呢搭载了全新一代骁龙8处理器。我们通过多轮跑分先来看一下。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拿到的还是早期工程机，测试结果呢仅供参考。首先是 Geekbench 5的6轮跑。然后呢是AnTuTu的6轮跑。在跑分方面啊，是属于骁龙8的常规水平。后面呢还有 GFX Bench 1440P 的离屏测试，和其他几款骁龙8机型的帧率呢相差不大。在 1080P 离屏测试当中呢，同样成绩中规中矩。最后看曼哈顿 1080P 3.1 和 3.0 的测试，整体表现呢都属于骁龙8的正常水平。简单看完跑分，我们再看一下实际的游戏体验。30分钟的和平精英 HDR 画质，极限帧率，开启抗锯齿阴影。游戏结束之后啊，平均帧率是 57.9， 游戏10分钟之后呢，帧率锁定在55帧。20分钟之后啊，帧率上升至常规水平。总体来看呢，帧率表现一般，但是呢，它的温度控制的不错。30分钟结束之后啊，正面最高 39.6， 背面最高呢 39.8。在原神高画质60帧，开启极限稳帧。30分钟呢，平均帧率是 43.7帧。通过帧率图你可以看到，游戏的前5分钟啊，帧率是逐渐下降的，最后呢稳定在43帧以上，直到测试结束。整体的帧率呢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而且呢，机身背面温度最高46，正面呢 45.5， 游戏全程都没有太大的帧率波动。显然呢 ，OPPO 应对这种高负载游戏的时候，采取的方法呢是稳定帧率，并没有像其他机型那样采用帧率很高，但实际游戏帧率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温度的控制呢也算不错。当然还要补充一下 ，OPPO Find X5 Pro 在原神当中的输出分辨率，你可以对比其他机型做一下比较。充电续航方面，本次 X5 Pro 呢配备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还有8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充电。实测5分钟充进 25% 的电量，15分钟呢充电显示 55%， 充到显示 100%， 用时35分钟。后续呢涓流充电至完全充满是6分钟。在续航方面呢，完全充满电的情况下，默认屏幕设置手动300尼特亮度，经过动态浏览网页、录制高清视频、观看视频以及2项游戏各30分钟之后，合计2小时30分钟，最终后电 49%， 剩余 51%。这个电池续航能力其实是不错的啊，在现阶段的安卓旗舰阵营当中，实力是最强的。总结一下，前代 Find X3 系列由于超前的外观设计以及配色使得产品在上市之后引起了不少争议和讨论。那本次 Find X5 呢就更进一步在原有的外观基础上继续加足设计，而且辨识度呢又进一步提高，采用了不规则的后置镜头盖设计。OPPO 的设计师似乎找到了新的平衡点，纳米微晶陶瓷材质呢配合一体化的设计，看起来呢并没有和之前那样过于另类重点的是内在了，自研影像 NPU 芯片马里亚纳的加入，使得 Find X5 系列呢在夜景影像方面走到了行业的前面，实际拍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毕竟是刚刚发布不久的 NPU未来呢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优化它。采用骁龙8性能释放，目前呢是有点保守的，换来自然是温度的控制。续航部分呢得益于 LTPO 2.0， 的确给了我们不小的惊喜。这项屏幕技术呢是确实有用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关于 OPPO Find X5 的所有体验内容了。不知道你希望看到它后续和谁做对比呢？欢迎留言，我是大岩，咱们下期节目再见。